比特币还要回调到5万多吗？现在还值得买入比特币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月线图表，月线的级别非常非常大。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当前所出现的市场的状态呢，其实非常接近于在100多年前李佛莫尔以前在做美股交易的股神他所画出来的手稿。你可以看到呢，他在这个图表上面他画了一段的上涨，然后跟下跌。那随后当我们在很接近前高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值得注意。如果说被突破的话，那就是我们在买入加仓的时机点。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手稿当中，他把前高点呢当作是 B 点，我们把这个 B 点给标示出来然后呢，我们在再次碰到的时候呢，它称之为 B plum，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里。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的 B plum。那它把最低点呢称之为 A 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图，我们当前的比特币走势呢，跟它过往的图表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你可以看到，它在卖出的时候，它并不是在 B 点卖出的，因为我们在行情当中，我们无法判断当时是不是 B 点所以我们要等到创出了次高点之后呢，我们才能确认我们前面的高点是最高点，那我们就可以在下跌的过程呢，就把它给卖掉。然后我们在 A 点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无法做买入的，因为我们在行情当中，我们不知道此刻是 A 点我们是要到了出现了更高的低点之后，我们才能确认原来这个底部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就可以去买入。你可以看到，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有机会呢去抓住这个2万多的底部的。如果按照这个它的手稿，然后我们去操作的话，那当然了，其实实际上我们也就这么做了。那如果说我们在突破了 B 点之后呢，那又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买入时机点。那简单说就是突破加仓。那其实现在呢，我一直都在等待就合约来说，我一直都在等待我们突破前高点呢的加仓时机点不过目前我一直都没有等到。如果等到的时候呢，这才会是我真正重仓出击的时刻。那现货的话，我们就都不说了，因为现货的话，我们在之前呢其实就已经买好买满了。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到小一点到日线，你可以发现虽然说我们在昨天呢收的这根 K 线非常非常丑，这是一根看跌的 K 线它的上影线非常长，然后下影线呢几乎没有，实体部分呢很短，而且我们的量能很大，注意这是重点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昨天的 ETF 流入数据，其实我们在昨天流入的量是很大的，我们在10月7号一天就流入了 2.35 亿的美金大家要注意其实当然了 2.35 亿，其实如果我们拿到今年初的2、3月，其实并不算多但是拿到现在来说的话 2.35 亿绝对是非常非常多了，就单日来说的话可是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昨天它在盘中是有上涨的，我们昨天盘中最高是涨到了大概64000多的位置不过后来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的上涨完全失效，就直接跌回来了。那我认为当前的盘面呢，绝对是走得非常非常弱势的。我们可以再来观察其实我们在前期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我们已经把63000左右的这个支撑呢，我们给站稳了。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昨天10月7号这根 K 线出来过后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63000这里，它就是做了一个假的突破。63000我们依然没有有效的突破，有效的站稳所以当前的盘面真的走得非常弱那我们多头原本的上涨呢被终结之后它不一定要走空头，真的不一定它有可能是继续走震荡或者是空头。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空头它其实走的也是不连续的。如果说我们空头走的是连续的这种走势的话，那通常我们的回调呢都不会回调到这么反弹，不会反弹到这么高。你可以看到随随便便超过 0.618 对吧？而且我们甚至连前高点的这个位置呢反弹的这个前高都给破掉了。那我认为这个下跌它就很难走得很连续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走震荡，依然可以走震荡下跌的这种走势。我认为这种震荡的走势呢，才是我们后续的行情它最有可能走的它真的很难走出这种趋势，非常非常困难以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双方呢都不具备优势的多空双方都不具备优势的。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这是限时的。
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WSOT 战队。目前的话是没有$50的，不过我们战队呢，我们在过往前3年，我们都是数一数二啊，至少在华语区，你加入我们战队，你最有机会瓜分奖金，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那我们来观察一下鲸鱼的数据吧。拥有1000到1万枚的比特币，我们是用绿色线标示的，那这肯定算是大鲸鱼了，因为你要知道，1000颗的比特币啊，相当于6000多万美金啊，6000多万美金的话，大概是20亿左右的台币，非常夸张啊。那持有这么多数额的这些鲸鱼这些地址呢，我们来观察一下，他们在每一轮牛市呢，他们都一定要达到相当的获利的表现。如果他们没有一定程度获利的表现，那这个盘面很有可能就表示它还没有拉到位。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当时在2017年的年底、2018年的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获利的表现就以他们的持仓均价，然后一直到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呢，他们都是赚的非常非常多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这些大鲸鱼的持仓持有1000到1万枚的比特币的这些巨鲸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其实牛市的顶峰呢也是达到了。后来我们在2021年的年中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是这些巨鲸呢，它出现了疯狂的盈利。那我们在牛市还没有正式暴涨之前呢，其实它的盈利都是不多的。那当然我们在2019年的小牛市走完之后呢，其实这些巨鲸他们也累积了非常非常丰厚的利润。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这轮牛市我们这轮牛市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呢，就以他们的均价然后对比我们当前的比特币价格呢，其实他们的获利就相比于前几轮牛市，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甚至我们在当前这些巨鲸的获利呢，他们连在2019年的小牛市的获利的倍数都没有达到。那你更遑论了，我们这轮牛市它已经到达顶峰了。如果说到达顶峰的话，那这些巨鲸他们一定会赚取很大额的利润，他们才会走人，他们才会愿意走人。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呢，这些鲸鱼他们是没有什么利润的，利润还不多。那当然如果我们未来呢某一个时刻，这些巨鲸他们出现了很巨额的利润的话，那我认为很有可能我们的顶部也会慢慢接近。那我们说完了绿色线它所代表的数量我们来说说紫色线好了。紫色线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些鲸鱼呢，大概持有100到1000颗的比特币我们就以100颗来算也是600多万美金也是相当于2亿多左右的台币了，也是非常非常不小。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些鲸鱼他们也是有获利不过说他们的获利呢，跟这些绿色的鲸鱼它真的持有1000到1万枚的这种比特币的数量它相比之下还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说当前在短线上呢走的是很纠结，都是走震荡不过对于我们整轮牛市来说呢，其实我还是非常非常看好的。就以当前的价格，你即使做买入呢，都会有很不错的利润。那如果你在底部就有布局了非常非常多的现货，甚至有多单的话呢，其实我们拿到牛市顶峰，它绝对都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要走。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我们前几天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好了。非农数据呢，这一次是超出大家想象的好。其实就美国要调整利率的 FOMC 会议来说呢，其实就是要平衡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国的通膨，如果说美国的利率太低的话，那这个通膨会非常严重就像我们前面在美国2020年疫情过后的无限 QE 还有疯狂降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天平的另外一端呢，就是美国的就业数据。如果说利率调升的太高的话呢，那会非常有害美国的就业数据。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就业数据呢是明显要优于预期的。大家的预期这一次大概是14.7万人不过这一次呢是25.4万人是很明显优于预期的。那这个时候美联储它就会考虑要把降息的脚步呢给缓慢下来因为毕竟美国失业的状况呢是没有大家想象的严重的，就业数据表现很好，那我们降息就没有必要降得那么快。我们来观察一下吧。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数据出来之后呢，我们在下一次降息也就是11月7号我们降息一码的几率呢就疯狂的飙升了。其实我们在数据公布之前呢，我们11月7号是有几率或者说降息2码的几率呢是比较大的。
不过目前来看哦，基本上就是降1码而已。哦，那你说不降的话，这个它的可能性真的很低啦，因为你第一次就降了2码，然后你第二次不降，这再怎么样真的都说不过去哦。因为美联储它会希望他们的政策啊跟变动呢都是比较平滑的，都是对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小的，那同时又可以解决其他的问题啊。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了，其实我们在美国美联储它一开始降息的这个阶段呢，至少在比较快速降息的这个阶段呢，比特币跟美股它都很难迎来暴涨，它要不就是震荡，要不就是震荡下跌，它要暴涨是很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如果说美国它把降息的脚步呢给延后了，那其实就是拖慢我们比特币上涨的速度。我们比特币呢，它就会比较晚开始上涨，比较晚开始暴涨。那我认为，如果现在我们再继续震荡下去哦，我们真的很有可能要到明年的年初，我们才会有机会迎来真正突破前高，然后暴涨的这种多头走势。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